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大家买来的水果是不是经常往冰箱放呢？本来有些水果昨天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准备吃的时候就突然坏了。原来这几种水果是不能放冰箱的，低温存储坏得更快。这些水果买回家之后到底该怎么储存呢？小马今年25岁，去年刚和丈夫一起买了房，走上了供楼的房奴之路。小马和丈夫从农村到大城市拼搏，就想为以后的生活能更上一层楼，所以一鼓作气供车又供房，两人的生活质量大不如前。小马为了能快点结束房贷的日子，更是处处节省生活成本，没想到一节省反而出了大问题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25岁女子探知检查竟是胃癌。天气渐热，现在即便是下雨天也闷热不堪。小马这阵子食欲不振，又时不时的胃疼，以为是天气热了又贪凉的原因，也没怎么管它。没想到这天会突然间卵痛，又上吐下泻，将近30度的天气，头冒冷汗，脸色煞白。丈夫赶忙将她送去医院，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，医生看着检查报告说，这是初级胃癌。小马都快哭了，这都还没还完贷款，怎么就得了胃癌了？医生安慰说，这还是发现了及时的，现在只是药物治疗就可以。胃癌的病因如果没有家族史，那大概率是在不好的日常生活习惯上造成的。医生细细询问才得知，小马为了节省生活成本，经常舍不得扔剩菜剩饭，哪怕是因为朋友请客，在饭店剩的菜也舍不得丢，还要放到冰箱保存，有时候放个3-4天，还要继续吃。不只是剩菜剩饭，小马把吃了一半吃不完的水果饮料都会放进冰箱保存。医生说，什么食物放冰箱保存，放个3-4天才吃，还是这个天气，你得胃癌的原因不就找到了吗？小马很惊讶，食物放进冰箱保存还能让我得胃癌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医生缓缓说道，不是把食物放进冰箱保存会得胃癌，而是你高估了冰箱的储存力度。不是每样东西都适合放到冰箱保存的。其实很多人都像医生说的一样，太高估冰箱的储存功能了，特别是老人节俭惯了，把饭菜瓜果就直接扔冰箱放着，甚至保鲜膜保鲜袋都不用，就放着好几天，有些馊了变质了也舍不得扔。这样的食物不仅营养全无，而且已经成为微生物的繁殖地，细菌的培养皿，有害细菌的过度繁殖，不仅会引起食物变质、营养流失，更重要的是长期如此会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把食物重新高温加热不就好了？只能说这样的想法还是太天真。大部分微生物生活的温度是在4摄氏度到60摄氏度，而冰箱冷鲜层温度还不容易达到4摄氏度以下，只能用来缓解微生物的繁殖活动，而并不能对它们进行消灭和阻断。导致食物变质的微生物之所以有害，是因为细菌在啃食食物，进行生命繁殖的活动，还会进行代谢活动。通俗点讲，就是细菌吃饱了你的食物，还得再排泄一个生命循环活动。高温加热的确可以减菌，但是细菌的尸体和有害物质都还在，比如肉毒杆菌分泌的肉毒素，毒性强大，成多恩中此招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吞食，就是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潜在风险。此外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这些平时吃的食物常放冰箱，也有致癌的可能。2.
这3种食物放冰箱久了全是致癌物。一、水果类。一、芒果。芒果是典型的热带水果，最佳储存温度是10到13摄氏度之间，在不高于45度的室温下，也可以很好的保鲜，而不耐低温。在冰箱的冷藏室中储存一段时间后，就会受到低温的冷寒作用，表面长出黑点，发生变质、腐烂等情况。2、猕猴桃。猕猴桃在常温下就能很好的储存保鲜，如果放入冰箱中储存，表面会迅速的颜色变深，果肉也会木质化，从外皮看不出损伤，但剥开之后会发现里面的果肉会变得软烂，色泽变深褐色。3、香蕉。香蕉同样是热带水果，并不适合在低温下保存。室内常温下，香蕉可以正常保存1个星期左右，但放入冰箱后会很快变黑，长出麻点，甜度下降。在冰箱储存一段时间的香蕉，味道都不怎么好吃。4、木瓜。木瓜也不可以放在冰箱中冷鲜保存。木瓜是典型的热带水果，储存的过程中还不能碰到水，冰箱中湿度过高，很快会让木瓜长出黑斑，冻伤果肉，引起腐烂。正确的做法是用报纸包住木瓜，放置在阴凉处。5、橙子。橙子不适合放入冰箱中保存，橙子表面的油脂有苦涩的味道，正常温度下，橙子保持呼吸作用，油脂是往外挥发的，低温会导致这些油脂渗入到果肉中，导致橙子的甜度下降，味道发苦。另外还需要注意，如果室温过高，在30度左右，而且比较干燥，家里的水果是需要都放到冰箱中的，否则也会很快失去水分，或者腐烂影响食用。没有成熟的水果也不能放入冰箱，有些水果买回来之后还要催熟，如青香蕉、猕猴桃、番茄、柿子等，这些水果放入冰箱就不会被继续催熟，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即使重新拿出来也不会变熟了，白白浪费掉。有些水果买回来就要放冰箱，比如草莓、荔枝、葡萄、山竹、樱桃等，这些水果比较娇嫩，常温下变质得很快，越早放入冰箱越好。2、风干制品，像茶叶、咖啡豆之类的干制品放入冰箱，如果密封不良，反而会使冰箱中的味道和草气进入食品当中，影响风味又容易生霉。像干菇、红枣、枸杞、人参、党参有药用功能的干制食材，也不宜放入冰箱和其他食物混在一起，时间长容易受潮破坏药性，又容易受到多种细菌的侵袭，发霉发烂。正确的能长期保存的方法应该是准备一个密封的干燥容器，将这些风干制品放入，盖好盖子，放置于阴凉通风处保存，还需要经常在天气晴亮的太阳下进行晾晒，这样就可以进行长期保存，而不容易变质。3、粮食类，比如说玉米、馍馍、馒头、面包等，因为它们本身制作出来就含有比较高的水分，属于湿制品，在冰箱里放久了容易发霉，产生大量的致癌物，比如黄曲霉素。肉眼很难看出来，黄曲霉素就有严重的肝毒性，严重的会导致肝癌。正确的保存方法，将它们放凉之后，用保鲜膜将它们按照分量分别包好，如果能挤出里面多余的空气更好，这样是为了让馒头尽量处于一个真空状态，防止在保鲜膜中水蒸气的出现，会影响保存的效果。4、剩菜剩饭。剩菜剩饭是人们最常见的，
放入冰箱保存的食物，尤其是这几类食物，人们最容易忽视。生鲜，比如说虾、蟹、贝壳类，生鲜本身就携带大量的细菌，再加上冰箱的温度不够低，也无法将全部的细菌消灭。长时间将生鲜放入冰箱里，再拿出来高温烹饪，会破坏营养成分，还会有幽门杆菌感染的风险。鸡蛋，煮熟的鸡蛋含有丰富的营养，也很容易受到外界感染，滋生细菌。经过冰箱的低温后，又进行高温回热，这样的温度变化容易导致变质。如果超过24小时，鸡蛋之中会产生比较多的亚硝酸盐，摄入人体会危及人体的身体健康，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。特别是溏心蛋，本来就没有熟透的鸡蛋没有及时吃掉，而储存在冰箱中没有经过高温度灭火的微生物，很容易在蛋白质丰富的营养床中繁殖，对人体健康非常不利。所以鸡蛋煮熟之后要趁手吃，不要过夜，更不要说放入冰箱储存。豆制品也是含钙和蛋白质比较丰富的食物，水分比较多，简直就是微生物培养基地，没有及时吃完，微生物也会把蛋白质分解为亚硝酸盐。特别是新鲜现榨豆浆，最为新鲜营养丰富的蛋白质场所，对于细菌来说，那就是繁殖生命活动的天堂。常温最好能在4个小时内喝完，就算放入冷藏，也不适宜超过半天，容易变质、发酸、发臭。不管是什么食物，都不宜放入冰箱保存太久。注意食物的保质期、保存期。高温、低温这样的一个温度突变，不仅影响食物口感，也容易滋生细菌，产生有害物质，导致人体健康受损。冰箱保存首先生食分开，最好能用保鲜膜或保鲜袋封好，这样不仅减少串味，也能减少细菌的交叉感染。一定要定期清理冰箱，切忌将食物放入冰箱长时间保存之后拿出来使用，会对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